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上一期的视频啊，是给大家分享了我们整栋房子砌砖的位置做了一个粉刷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砖墙都已经完全粉刷好了，后期呢就等着贴这个瓷砖就行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对这栋木房子内部墙面的装修了。师傅呢就在2楼打这个孔，待会儿呢我们上去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打这个孔。基本上每一根立柱都要打一个孔。现在呢，师傅用机器在上面打孔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根正在打孔的这根立柱呢是不落地的，在我们湘西苗族这边呢叫做瓜子，像这根立柱落地的叫做柱头。这栋房子呢，总共落地的一个排扇就是3根柱头，加上上面不落地的瓜子有5根，所以这栋房子呢，在我们当地就叫做3柱5的房子。它的进深呢，将近是5米多，接近6米左右。以前这栋房子内部空间是很小的，现在通过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改造，前面延伸了1米多，背后延伸了1米左右，现在整个进深差不多是7米多，接近8米了。那房子就宽敞了许多。我们打这个孔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把这个楼枕，这个呢也叫做楼枕啊，这是2楼的楼枕，整体要升高上去。因为这栋房子呢，以前建的时间比较早，将近有50年的时间了，然后它的楼层是非常矮的，现在楼枕呢要全部升上去，把整个楼层高度给加高。如果不加高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边呢就是铺好的实木地板，人踩在上面，这是一个房间啊，你看，伸手就可以摸到这个楼枕了。如果再做一个吊顶的话，整个楼层就显得非常的矮了。现在整个升上去的话，整个楼层内部的空间就会宽敞许多，住在里面呢也不显得压抑。打这个孔，我们在楼枕之上铺了一层这个模板，踩在上面方便做工。这边师傅把需要打孔的位置先画出来。打这个孔呢，就是为了安装这个楼枕上去。看这边已经是打好了孔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当然现在只是给它打通了，还没有做修整。这边画线的位置也都需要打孔的。这栋木房子啊，以前都是在里面烧柴火的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这些排扇的立柱啊，还有这些缸子啊，都已经被这些烟火熏得特别的黑，颜色特别的深，像这根立柱啊，完全漆黑的。像这个房间，我们现在已经铺了木地板，然后整个这边的墙面呢，全部都是砌砖的，砖墙和木房子相结合了。整个楼枕呢，我们已经全部升上去了，就显得特别的高。住在这样的房间里面，是不是感觉就宽敞了许多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根领子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呢？这个工榫很长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在2楼给大家拍的。师傅先打了一个孔，然后这根领子的这个工榫呢就要穿到里面去，相当于啊这边就是2楼的楼枕了。这个呢已经按着长度处理好了，就是这样子。这块木方是新买的，这是一块春木，就是大门口上方的那一整块横的方子，现在要给它换新的，给它移上去。
拆，我给你们拆。这边来啊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块方子，两边呢依然是要做榫头的，因为这根立柱里面已经打好了这个榫头的一个孔，要把这个榫头呢直接安进去，相当于给它嵌入进去，就连成了一个整体。这样子呢，整栋房子会更牢固结实一些。两边的排扇是固定的，要安装这块方子的话，只能把那一头敲进来，先安装好这头，然后呢，再把那边的木方塞进去，又从这边敲过去，就这样子安装。阿雷尼玛。那边已经完全敲进去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再把这一头塞到这个孔里面，再从那边敲过来就行了。你都帮忙顶我吧。加油！看这块木房就已经安装好了，然后底下的这块木房就可以给它锯断了，不需要了。现在吃个中饭，下午我们再继续。现在那个兄弟够了，我都减买别就闹去啊！卖我给你我赚钱了，木匠师傅已经把所有的楼枕做好了，现在已经搬上了2楼，我们过去看一下怎么安装的。这根楼枕是杉木的，买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干，所以比较重，要2个师傅来安装。这边是做好了一个榫头，这样子直接是插入到以前的立柱之上。这边总共有6根楼枕，现在是一根一根的安装。现在就已经安装好了2根楼枕。我们之前打这个孔的时候，已经把水平面都调出来了，所以安装好的楼枕都是同一个水平面。后期做吊顶就比较方便做工了。这块木方也是换好了的，整体给它上移了，这样子呢，后期的装修、做吊顶啊都很方便。
现在看的话是2层楼枕，其实底下的这层楼枕，我们在做工的时候先不拆，垫上模板，师傅在上面安装这个楼枕，刚好是可以踩在上面，还是挺有用处的。等上面完全安装好了之后，底下的楼枕就可以锯掉了。上面的楼枕安装好了之后，以前底下这些老的楼枕，这个时候就给它全部锯断了，都不需要了，以后只能做柴火了。这个样子，整个楼层呢就升高了很多啊，最少是往上面提了1米到1.2米左右。修上这个木架子啊，以前就是熏这个腊肉的，现在也全部拆了，不需要了。当然，冬天的时候还是要熏腊肉啊，可以放在那边厨房的位置熏腊肉。这一下子就空旷了许多，整个楼层啊就高了很多了。我还记得啊，有一期视频，我是站在这个实木地板之上，基本可以触摸到2楼的楼枕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当时整个房间里面感觉是有点压抑的，因为整个楼枕是很矮嘛。现在把整个以前的旧楼枕全部拆了，换了新楼枕，整个楼层呢升高了这么多，就显得很空旷。现在整个房间里面空气对流也特别的好，人啊住在里面感觉一点都不压抑，然后整个光线呢又特别的好。那这样的改变之后，大家觉得究竟怎么样呢？其实很多一些热心的观众总在说木房子怎么升高，这个视频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解答吧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